今晚是跨年夜，也是我跟男友的戀愛季。念日下午6點05分，我拿起包準備下班，卻被老闆攔住。這麼早就下班，誰允許你下班的？他靠在門框上，陰陽怪氣。沒看到我還沒走嗎？整個公司就你最不懂規矩。我指了指手機上的時間，公司規定6點下班，現在已經6點05了，到點下班，天經地義。老闆臉一沉，在公司我就是天，你算個什麼東西？跟我講規定，我說沒下班，你就得乖乖坐着。我愣了幾秒，隨後拿出手機給男友發了一條短信：我們老闆不許我下班，之前那個項目你取消吧。你這是什麼態度？我跟你說話，你玩手機。你眼裡還有沒有我這個老闆？老闆張總見我拿出手機發消息，臉色立刻沉下來。我收起手機，語氣平淡：既然不能準時下班，我總得跟男朋友說一聲，這有什麼問題嗎？有什麼問題？問題大了。張總上下打量我一番，眼神裡滿是鄙夷。我說你最近工作效率怎麼這麼低？原來是心思都放在談情說愛上了。女孩子家家成天想着談戀愛，能有什麼前途？呵，我的前途可不靠你，你也給不起。果然自己投簡歷找的工作就是不靠譜。早知道就听裴怒男的，去他公司當個閒職，每天喝茶看報，也比在這兒看人臉色強。況且我一直兢兢業業工作，項目都是按時交付，平時也沒少加班，怎麼就工作效率低了？簡直是无稽之談。細數一下，這已經是老闆這個月第12次找茬批評我了。剛開始我還真以為是自己有問題，每天反思，結果發現他就是純粹想找個人罵一下，展示自己當老闆的權威。現在我可不慣着他，直接回對，張總，我談男朋友是我的私事，並沒有影響工作，我分內的工作全都按時完成了。旁邊的同事劉杰小聲幫腔：是啊，張總，景然一直都很認真負責，從来沒出過錯。張總當場暴怒：你算老幾？你是老闆還是我是老闆？我批評員工有你插嘴的份，別以為我不知道。你們倆天天湊一起喝奶茶點外賣，好的就差穿一條褲子了，拉幫結派是吧？是不是他犯錯了扣工資也一起扣你的？劉杰委屈的眼圈都紅了，卻不敢再跟張總頂嘴。張總罵爽了，又轉回頭來衝着我：什麼叫都完成了？你糊弄誰呢？我上周讓你做的年會策劃，你做到哪裡去了？說好了跨年之前必須上交初稿，工作沒做完，你還有好意思下班？臉呢？周圍的同事都探头探腦看戲，老闆不讓我走，他们也不敢走，生怕老闆連他們一起罵。我懶得爭辯，也懶得打開已經關機的電腦。我拿出手機，打開釘釘，點開和老闆的聊天框。老闆，年會策劃案2天前，也就是周一下午4點15分，我已經通過釘釘文件發送給您了。您在4點23分回復了我一個 OK 的表情，後續我沒有收到您的任何意見，我認為您已經確認收到了。屏幕上顯示的清清楚楚，老闆的臉色變得更加陰沉。什麼確認收到？我回個 OK 是告訴你我知道了，不是說我看完確認了。張總唾沫橫飛，越說越激動。還有，我沒有給你批复意見，你怎麼就不提醒我一下啊？做事情就不能主動一點？你項目跟進的責任心呢？一個策劃案發給我，就當萬事大吉了，這就是你的工作態度。他這套甩鍋的說辭，我已經聽到耳朵都快起繭了。自己賤了，就怪員工不夠主動提醒；自己漏看，就怪員工寫的不夠明確。上班幾個月，被他刁難幾次以後，我早有了應對方案。我將聊天記錄放大。張總，您仔細看看聊天記錄，我在把文件發給您的時候，備註寫得很清楚。我把聊天記錄念了出來。張總，年會策劃初稿已發，麻煩您盡快確認方案，約您1月4號上午10點開個30分鐘的小會，過一下最終方案，您看可以嗎？張總急了，直接把桌子拍得當當響。你發那麼多字，誰有空一個一個看？你作為人事，不知道我的工作習慣嗎？重要的事要當面說，發個釘釘消息就算通知了。你這是在糊弄工作。呵，又來了，他是老闆，他總是有理的一方。我心裡冷笑，面色卻依舊平靜。張總，您忘了上個月您親自在公司大會上定的規矩，您說為了明確權責，所有溝通和工作匯報一律通過釘釘留痕，避免事後扯皮。我只是嚴格遵守了您的規定。張總的臉徹底黑了下來。好一個伶牙俐齒的謝景然，還敢跟我頂嘴？說了這麼多，不就是想下班嗎？我告訴你，沒門兒！這公司姓張，我才是老闆。他咬牙切齒瞪着我。我現在正式通知你，不許下班，現在馬上開會，研討年會方案。他惡狠狠地掃視了一圈辦公室。還有劉寧、周以天，你們整個部門都不許下班，都來一起開會。這話一出，辦公室裡人都驚呆了。被點到名的周以天試探着開口：張總，我女朋友還在樓下等我吃飯，我們約好了。女朋友？張總嗤笑一聲。女朋友能給你發工資嗎？能給你交社保嗎？分不清主次的東西。他猛地一甩手，再次指向我。要怪就怪你們的好同事謝景然，是他自作聰明頂撞老闆，才連累你們一起加班。今天我就讓你們好好長長記性，免得你們分不清大小王。幾道埋怨的目光立刻投向我，大家還是把這筆賬算到了我頭上。我還準備說什麼，劉姐立刻按住了我的胳膊。景然，別說了，算了吧，老闆正在气頭上，你越犟他越來勁兒，他真能讓咱們通宵。我家孩子一個人在家，我就當姐求你了，忍一忍啊，走吧，
咱們去開會。但我瞥了一眼滿臉祈求的劉姐，心裡那點火氣淡了一點。這破工作，這沙比老板多上1秒都嫌髒。但我來這幾個月，劉姐確實把我當自家妹子帶，教了我不少東西，我不能讓她因為我而下不来台。算了，給她一個面子。我冲刘姐點點頭，把到嘴邊的話全部咽了回去。刘姐轉頭朝張總擠出笑臉，點頭哈腰。老板，我們馬上就去會議室，馬上就去。景然他年輕不懂事，您別跟他一般見識。張總鼻孔裡發出一聲冷哼，臉上得意洋洋。走，去会議室。今天我親自給你們上一課。我心裡翻了個巨大的白眼，笑吧，使勁笑，不知道還能笑多久。我的短信已經發出去了，等裴木南看到，有他哭的時候。這個項目不過是裴爺爺看在我在這裡上班，才願意和他合作，不然就張家這點體量，再發展100年也搭不上裴氏。會議室，張總坐在主位上，開始訓話。今天讓大家留下來，不是為了懲罰你們，是為了教育你们，什麼是狼性，什麼是團隊精神。你們當中有的人就是缺乏這種精神。他一邊說，一邊用眼角的餘光瞟着我，那意思不言而喻。我垂下眼簾，盯着會議桌，心裡一陣煩悶。跨年夜、紀念日全都毀了。裴木南現在在幹什麼？是不是在等我的電話？正想着，放在桌子上的手機突然嗡嗡震動起來，屏幕上亮起，上面顯示裴木南。我迅速按下了掛斷鍵，然後將手機放進口袋。但剛剛那2聲短促的震動依然格外突兀。張總的長篇大論戛然而止，他掃視過會議室每一張臉，大聲怒吼：誰？剛才是誰的手機在響？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聚焦在我身上，坐在我旁邊的周以天甚至伸出手指了指我。老板，是謝景然的手機。我抬起頭，直视張总。是我。又是你，謝景然。张总一拍桌子，直接站了起来。好啊，你真是好樣的。我在这裡苦口婆心的給你們講團隊，講未來，你倒好，在下面跟你的小男朋友聊騷是吧？開會玩手機，你眼裡還有沒有紀律？還有沒有我這個老闆？我皺眉，冷靜解釋，我沒有玩手機，只是一個電話，我已經掛了。掛了。張總怒氣沖沖，你還有理了是吧？我看你就是屢教不改，不給你點厲害瞧瞧。你不知道馬王爺有幾隻眼？他惡狠狠地指着我。我現在正式通知你，按照公司規定，開會期間處理私人事務，嚴重影響會議秩序，罰款3000，從你下個月工資裡扣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張總，公司員工手冊我入職的時候背過，裡面沒有任何一條規定說開會接電話要罰款。手冊？張總嗤笑一聲，語帶不屑。我說的話就是規定，這家公司我說了算。他面露不悅，皺眉看着眾人。大家說我罰的對不對？是不是他這種沒有集體榮譽感的人拖累了我們整個部門的進度？劉杰小心翼翼開口。張總，您消消氣，景然他還年輕，剛畢業，不懂事，這是第一次，要不就給他一次機會。他試用期工資也不高，3000塊錢也不少。張總眼睛一瞪，他年輕，他不懂事，他頂撞我的時候可太懂了。劉寧，我告訴你，別在這和稀泥，就是因為有你這種老好人，才讓他這麼無法無天。劉姐讪讪地坐了回去，不敢再多說一個字。周以天最會察言觀色，他義正言辭開口：沒有規矩不成方圓，我支持張總的決定。謝景然，這次確實是你不對。其他同事立刻附和：就是啊，謝景然，你爽快點認了罰，咱們趕緊開完會走人啊！本來6點就能走的，現在都幾點了？都是你害的，你以為你是誰啊？還頂撞老闆，趕緊跟老闆道歉，別犟了！我看着他們七嘴八舌指責我的表情，忽然覺得很好笑。這就是我的好同事們，平日裡我也沒少送零食給他們，一出事立刻就把我推出去了。我挺直脊背，不應該罰的錢我不認。張總臉色垮了下來，正準備破口大罵，我的手機又震動了起來。張總立刻炸了：謝景然，還沒完沒了是吧？我命令你，立刻把手機交上來！我冷哼一聲：不可能，手機是我的私人物品，你沒有權利沒收。看來你還是不懂，在公司裡老闆最大。張總陰冷地瞥了周以天一眼，周以天立刻會意，招呼其他幾個男同事一起朝我包抄過來。劉姐臉色煞白：張總，你們要幹什麼？有話好好說。閉嘴！張總一把推開他：這裡沒你的事兒，再多嘴，你直接離職滾蛋！劉姐一個踉蹌，被推得撞到了牆邊的門鍵櫃上，其他同事全都低下頭，假裝什麼都沒看見。我心頭發冷，果然只是同事而已。下一秒，幾隻手鉗住了我的肩膀，放開！我掙扎着，但男女力量懸殊，我被他們按在椅子上動彈不得。謝景然，別敬酒不吃吃罰酒，把手機交出來，對大家都好。我死死攥着手機，指尖發白。張總，你這是搶劫，是犯法的。犯法！張總揚手就給了我一巴掌，左臉頰火辣辣的疼，嘴裡泛起濃重的鐵鏽味。你也不打聽打聽，在京城誰敢動我張豐城？我們張家可是裴家罩着的，首富裴家，懂嗎？臭婊子！呵，他打了裴家未來的主母，還想讓裴家罩着他，簡直做夢！我嘲諷一笑：你會後悔的。老子做事從不後悔。張總沒了耐心，親自上前掰我的手指，他的指甲很長，狠狠掐進我的手背，我疼得眼眶都紅了。就在手機即將被奪走的最後一秒，我用盡全力，手指滑到了接听鍵。張總發出一聲嗤笑：呵，接聽了又怎麼樣？讓你男朋友聽聽，你現在有多狼狽。張總按下了免提鍵，語氣猖狂：喂，找謝景然啊，你是誰？我是誰？張總哈哈大笑：我是他老闆。我告訴你，別等了，你女朋友謝景然頂撞上司，我現在罰他留在公司加班，進行深刻反省，今晚他哪兒也去不了。電話那頭沉默了，張總更加得意：聽到了沒有？一個大男人成天就知道圍着女人轉，沒點出息。我告訴你，別再打電話打擾我們公司開會，不然我讓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哦，真的吗？一道冰冷的声音打断了张总的叫嚣，但这声音却不是从手机裡傳来的，而是来自旁邊的走廊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會議室門口，只見一道挺拔修長的身影大步走來。我倒是很想見識一下，你怎麼讓我吃不了兜着走？你攥哪根蔥？張總低低啐了一口。誰讓你進來的？我們公司在開重要會議，閒雜人等給我滾出去！男人淡淡的瞥了張總一眼。我來接謝景然。他說完，視線落在我的身上，剛剛抓着我的同事也立刻鬆開了手。我立刻撲進裴木南的懷裡。木南，你終於來了。他看着我臉上的紅印，還有手上被指甲劃出的血印，心疼的皺眉。誰幹的？我紅着眼指向了張總，還有周以天幾個人。你放心，我會讓他們付出代價的。裴木南輕輕拍了拍我的背。走，我先帶你去醫院處理傷口。說着，他拉住我的手，轉身就要往外走。張總狂妄地笑起來：小子，你就是謝景然的男朋友吧？我告訴你，今天人你接不走。謝景然是我的員工，他什麼時候能下班，得我說了算。現在立刻給我滾，別妨礙我們公司整頓內部風氣。我再說一遍，我來接他走。你他媽耳朵聾了是不是？張總不耐煩地翻了個白眼。你算個什麼東西，敢這麼跟我說話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誰？宏盛資本的老板，你也不打听打听。京城這地界，誰不給我3分薄面？旁邊的同事議論起來，完了，這小伙子要倒霉了。是啊，聽說張家跟京城各大關係都較好，黑白兩道都吃得開，尤其是首富裴家。我聽老板司機說，張總的父親還跟裴家那位老爺子一起吃過飯呢。張總脾氣是臭，但人脈這塊真的沒得說。這小伙子還是太年輕了，以為口氣大就能橫着走，衝動是魔鬼啊！張總更加得意了，鄙視的打量裴木南。聽到了嗎，臭小子，進門之前不先打听打聽，招惹的人是誰？告訴你，今天你踢到鐵板了。鐵板就他們張家，不入流的二流家族罷了，能參加裴家的晚宴，也不過是因為我在他們公司上班，老爺子想給他們一個機會罷了，還真把自己當什麼人物了。我促狹的看了裴木南一眼。裴木南，怎麼辦？人家後台這麼硬，我有點害怕。怕什麼？天塌下來有我頂着。張總露出一口黃牙。小子，你拿什麼頂？靠你這張臉嘛！看你長得倒是挺帥，但是我必須警告你，社會不是你自己家，不是你穿的人模狗樣就能裝逼的地方。沒實力，沒背景，你就是個屁。他猛地轉過身，狠狠地指着我。要怪就怪你女朋友沒腦子，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。今天你們的跨年夜就在我的辦公室裡過吧。他轉頭得意地朝辦公室裡所有人挑了挑眉。都看到了嗎？這就是不好好工作的下場，不僅自己要加班，連帶着男朋友都得在外面乾等着，像條狗一樣。周以天立刻谄媚的附和：張總說的是，工作就是天，天大地大，沒有工作大。我輕輕推開裴木南的懷抱，看向張總。張總，我要辭職。此話一出，劉杰臉色煞白，拼命朝我使眼色。張總捧腹大笑：此人，謝景然，你腦子是不是真的被驢踢了？他止住笑，用手指點了點我。可以啊，辭職報告交上來。按照勞動法，提前30天通知。這30天裡，你謝景然依舊是我宏盛資本的員工。我讓你加班，你就得加班；我讓你幹活，你就得幹活。想走可以，30天後你給我滾蛋。但今晚你休想踏出這個門一步。張總還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，還這麼囂張。我皺起眉。張總，我也只是通知你，我要辭職，你的指令我不會再聽。至於你想扣工資就扣，無所謂。今晚我就是要離開。張總冷笑。你以為公司是你想來就來的地方嗎？周以天叫保安。裴木南淡淡開口。我記得裴氏集團最近是有一個300億的新能源項目，打算和你們進行深度合作。張總聽到裴氏集團和300億，腰桿挺得更直了。算你小子有點見識。沒錯，那個項目就是我們張家牽頭的，裴家，懂嗎？我們張家裴家罩着的。他以為裴木南是怕了，語氣更加不可一世。裴木南嘴角扯出冷笑。哦，是嗎？那正好。他拿出手機，直接撥通助理的電話。李助理，通知下去，裴氏集团與宏盛資本所有合作意向全部終止。另外，我要宏盛資本在天亮之前從京城消失。會議室裡落針可聞，所有人都被裴木南這番話給鎮住了。幾秒鐘後，張總爆發出驚天動地的狂笑，笑死我了！演戲也上癮了是嗎？他指着裴木南，笑得眼淚都快出來了。還終止合作，還讓宏盛資本消失，你以為你是誰？裴家太子爺嗎？小子啊，我告訴你，別在這裝逼，老子去裴家老宅參加過晚宴，跟裴老爺子的管家都喝過酒，裴家有沒有你這號人物啊？我能不知道？哪來的野種，敢在這兒冒充裴家人？我看你是活膩了。我看着他，差點笑出聲，他根本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真正的裴氏的繼承人。你說的沒錯，我憐憫地看着他，他就是裴家太子爺。你……張總的笑聲戛然而止，他狠狠啐了一口。好得很，一個敢說，一個敢認。他面目猙獰，掏出手機，直接按下了內線。保安部嘛，都給我死上來！有人在公司鬧事兒，還冒充裴家大少，把人給我扣下，打斷他的腿。出了事兒，我張峰承擔着。他吼完，狠狠地瞪着裴木南。
小紫，今天我就讓你知道什么叫死。周以天等人用一種看好戏的眼神看着我们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男朋友今天死定了。裴木南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手。别在门口待命了，都进来吧。会议室的门被推開，4名穿着黑色西裝男人走進來，4人站定在裴木南身後，態度恭敬。張總嘲諷一笑。裝的還挺像，哪兒請來的演員？小子，你為了冒充裴大少，還真是下了血本啊！看來還是有備而來。這時，10幾個公司保安拎着橡膠棍，罵罵咧咧地衝了上來。張總，人呢？誰敢在咱們地盤鬧事？保安隊長一馬當先，氣勢洶洶。可當他看到裴木南身後那4個煞神時，腳步定在了原地，臉上的兇悍變成了驚疑不定。這幾個人看起來有點專業啊，這保安能打得過保鏢嗎？看什麼看，廢物，給我上啊！張總見自己的人被嚇住，惱羞成怒地咆哮：他們就4個人，我們10幾號人，怕個娘！打，給我往死裡打！打殘了算我的。保安們被他催促着，只能硬着頭皮怪叫着衝了上去。裴木南身後的幾個保鏢動了，他們的動作快如閃電，根本看不清軌跡，只聽見一連串的悶響，夾雜着淒厲的慘叫。不到5分鐘，戰鬥結束，10幾個保安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，抱着胳膊和腿，哀嚎不止。而那4個保鏢已經理理衣服，重新站回了裴木南身後。整個會議室死一般的寂靜，所有人都被這恐怖的戰鬥力嚇傻了。啊！保安全部都被撂倒了，不會是真的保鏢吧？這麼說，錦然的男朋友真是裴家少爺，這老闆慘了，剛剛還罵人家裝模作樣，這下張總可要倒霉了。周以天的臉色慘白，雙腿抖得厲害，張總額頭上冷汗涔涔，他終於有點慌了。這不太對啊，難道這真是京城哪個少爺？他腦子飛速旋轉，姓裴，可京城上流圈子裡姓裴的不就只有那一家嗎？但他確實沒在任何高級宴會上見過這張臉。有了，龐之，肯定是裴家哪個不受重視的龐之子弟，所以自己才沒見過。對，一定是這樣。龐之嗎？不出現在晚宴上也正常。這位少爺，他笑呵呵開口，意圖緩和氣氛。是我有眼不識泰山，沒想到您真是裴家人，我們張家也是裴家罩着的。咱們這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啊！您的人打了我們的人，這事兒是我做的不對，醫藥費我們自己出。您女朋友，您現在就帶走，馬上帶走。然而裴木南根本沒看他，我淡淡開口：張總，手機。他立刻把手機雙手奉上，我示意保鏢接過。他的髒手碰過了，我嫌惡心，等下立刻換個新的。還有一件事，張總，我要辭職。辭職？他連連點頭，同意，我同意。謝小姐，您這種人中龍鳳，我們這小廟確實是委屈您了，我馬上讓財務給你結算工資，雙倍、3倍工資。不用，就正常發就可以。要他的錢，我都嫌晦氣。既然離職了，那現在我們可以算算私事了。我緩緩抬起左手，指着手背上那幾道被他指甲掐出的血痕，然後我又指了指自己的臉。這一巴掌，還有這幾道口子，張總，你打算怎麼賠？張風成的心猛地一沉，他下意識地看向裴木南，裴木南根本沒理他，只是心疼地用指腹輕輕碰了碰我的臉頰。聽他的。張風成一咬牙，伸出5個手指頭，50萬醫藥費、精神損失費，就當是我給這位少爺賠罪，給景然，不給謝小姐賠罪。周圍的同事們都倒吸一口涼氣，50萬，那可是他們好幾年的工資。周以天眼中閃過嫉妒，憑什麼一個巴掌就50萬？我嗤笑一聲，50萬而已，我從記事起，卡裡餘額最少都是8位數。張總，你覺得我缺這50萬嗎？張風成被噎得臉上一陣青一陣白，我緩緩抬手指着自己的臉，然後又指了指他的。我不要錢，你打我一巴掌，我還你一巴掌。你在我手上劃了幾道口子，我就在你手上也劃上幾道，這才叫公平。張風成的臉色黑如鍋底，讓他當着全公司下屬的面被之前的女員工扇巴掌，還要被劃傷手，這比殺了他還難受。你別欺人太甚！張風成立刻炸了。我已經道歉了，也願意賠錢了，你還想怎麼樣？做人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你別把事做絕了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你當眾羞辱我，動手打我的時候，怎麼沒想過給我留一線？就因為我是你的員工，是個普通人，所以我的尊嚴就可以被你隨意踐踏。現在你的報應來了，你跟我談面子了，可惜你的面子在我這裡一文不值。張風成轉向裴木南，色厲內荏地吼道：這位裴少爺，我敬你是裴家人，給你3分薄面，但你也不能這麼不講道理吧？這裡是京城，我張風成在京城混了這麼多年，也不是泥捏的。我們張家在京城雖然算不上一流，但也是有頭有臉的。我懶得再聽他廢話，看向裴木南。木南，今天這巴掌我要定了。裴木南沒有絲毫猶豫，點了點頭。好，你想幹什麼？張風成聲音發顫。我告訴你，你敢動我一下，就是跟整個張家為敵，也是不給裴家面子。年輕人，我勸你一句，做人要懂分寸。我們張家和你們裴家主家是有交情的，你一個旁支，別為了個女人惹出亂子，到時候主家怪罪下來，你擔當得起嗎？收了錢就走，別把事情鬧大。
对誰都好。我差點笑出聲，都这個時候了，他竟然還不知道面前的人是誰。我嘆了口氣，張總，你好像還沒搞清楚一件事，裴木南不是裴家的旁支，他可是裴家的继承人。裴木南給我看了一眼手機，我瞄了一眼，立刻笑盈盈看向張風城。張總，有空在這裡叫囂，不如打開手機看看新聞。張風城一愣，下意識地掏出手機，當看到剛剛推送的頭條，他臉色變得慘白。突發，裴氏集團單方面宣布終止與宏盛資本所有合作洽談，涉及項目估值超300億。不可能，這一定是假新聞。他手指顫抖，瘋狂刷新着頁面，但各大財經的頭條都用加粗的黑體字宣告着同一件事。與此同時，公司群裡徹底炸了鍋。周以天打開手機，慌亂極了。張總，美股那邊我們公司的股價崩了，已經觸發熔斷。什麼？張風城渾身一顫，如遭雷擊，300億的項目沒了，股價崩盤，這意味着宏盛資本完了。他腳下一個踉蹌，險些栽倒在地，眼神裡滿是難以置信。就在這時，會議室的門被猛地撞開，一個50多歲的男人衝了進來，滿臉焦急。風城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裴家的合作為什麼會突然取消？來人正是張風城的父親，宏盛資本的創始人張振武。爸，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張振武指着他的鼻子罵。我千叮萬囑，讓你把這個項目盯死了。這可是我們張家耗費了多少心血才搭上的線，你說斷就斷了。我冷笑着開口。到底為什麼？還沒想明白嗎？張振武轉頭看到了我和裴木南，我揚了揚手機。因為你兒子剛剛打了我一巴掌，你說你們打了裴氏未來的主母，這生意還談得下去嗎？張風城直接傻在了原地，大腦一片空白。謝瑾然是裴家的未來主母，這怎麼可能？他不就是個剛畢業的窮學生嗎？你別給自己臉上貼金了，你們怎麼可能決定這麼大的合作？張振武則愣愣看着裴木南，這張臉帶着幾分熟悉的臉，他腦海中一個幾乎不敢想象的身份呼之欲出，他只覺得天旋地轉，雙腿控制不住的發軟。您是？爸！張風城一把拉住張振武，不服氣的叫道：你別被他們唬住了。你不用對他這麼恭敬啊！我見過裴家的人，晚宴上根本沒他這號人，他頂多就是個不受待見的旁支，裝腔作勢罷了。張振武一巴掌狠狠扇在張風城的臉上。混賬東西，你給我閉嘴！張風城被打懵了，捂着臉，難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親。爸，你打我幹什麼？我們張家也是有頭有臉的，沒必要對他這麼低聲下氣。又是一記更狠的耳光。我讓你閉嘴！張振武氣的胸膛劇烈起伏。你知不知道他是誰？他是裴氏唯一的繼承人，裴木南。吼完兒子，張振武立刻轉過身，對着裴木南90度鞠躬。裴少，犬子無知，有眼不識泰山，衝撞了您和謝小姐，我代他向您賠罪。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誤會？還請裴少和謝小姐明示。周圍的同事早就看傻了，我的天，真是裴家太子爺。那謝瑾然不就是未來的裴家主母？我剛剛還說他，完了，張董這是真下死手啊！你看張總的臉都腫成豬頭了，不打怎麼辦？那可是全國首富的繼承人，一句話就能讓咱們公司從京城消失。我抬起左手，露出手背上那幾道觸目驚心的血痕，然後又指了指自己的左臉。張董，你該問問你的好兒子對我做了什麼，還有他們。我掃了一眼瑟瑟發抖的周一天等人，你的好員工們是怎麼助紂為虐，合起夥來搶我的手機？張振武的臉色變得鐵青，他猛地回頭，眼神像刀子一樣掛在周一天等人身上。你們幾個現在被開除了。滾！周以天撲通一聲跪在地上，哭喊着抱住張振武的大腿。張董，不要啊，都是張總逼我們幹的，我們也是听他的命令啊。爸！張風城還想開口辯解。畜生！張振武反手又是一巴掌，直接將他抽得嘴角溢血，牙齒都掉了一顆。你還敢說話？打完兒子，張振武再次轉向我們，頭埋得更低了。裴少，謝小姐，這樣處理，您二位還滿意嗎？我沒有說話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張振武的心沉到了谷底，他咬了咬牙。裴少，謝小姐，只要您二位能消氣，能保住和裴氏的合作，錢您開個價，我願意拿出宏盛資本50%的股份作為賠罪。此話一出，滿場皆驚。50%的股份，那可是上百億的資產。然而，我只是發出一聲嗤笑。怎麼？到了現在，張董還是覺得
錢能擺平一切。我玩味地看着他，我今天算是開了眼界，第一次見到這麼囂張的老闆，強行扣留員工加班，肆意辱罵，甚至動手打人，搶奪私人物品。如果今天站在這裡的只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人，是不是就只能忍氣吞聲，自認倒霉？如果不是因為這個300億的項目，別說賠償了，你們父子倆怕是連一句道歉都不會有吧？我的每一句話都狠狠扎在張振武的心上，他額頭冷汗直流，連連擺手。不，謝小姐誤會了，只要您開價，多少都行，我們願意補償，我們真心誠意的道歉。我搖了搖頭，毫不留情開口：張董，你到現在還不明白，這不是錢的事，一切都太晚了。我挽住裴木南的胳膊，語氣平靜，像宏盛資本這樣的企業，從根上就已經爛了。你們根本不配與裴氏合作。張振武再也繃不住了，雙腿一軟，對着我和裴木南跪了下来。裴少，謝小姐，求求你們再給我們一次機会。都是這個逆子，都是他有眼無珠，咎由自取。他猛地回頭，一把揪住還在發懵的張風城，左右開弓，又是幾記響亮的耳光。畜生！你還不給我跪下，給謝小姐磕頭賠罪！張風城被他打得暈頭轉向，嘴角淌着血，眼神裡滿是怨毒和不解。爸，我是你親兒子，你為了一個外人打我，我才是張家的繼承人。我呸！張振武一口濃痰吐在他臉上。從今天起，我張振武沒有你這個兒子，張家的繼承人，更輪不到你這種廢物。你被逐出張家了。宏盛資本跟你再沒有半點關係。他一腳將張風城踹開。滾！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張風城難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親，又看了看我們，他終於意識到自己的一切都被剝奪了。不，爸，你不能這樣對我。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。他哭喊着，手腳並用地爬向張振武，卻被後者嫌惡地再次踢開。張振武再次轉向我，臉上擠出笑容。謝小姐，這樣處理，還滿意嗎？我心中毫無波瀾，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現在切割只是馬後炮，不過是為了利益的權衡，虛偽的令人作嘔。張董，這是你們的家事，與我無關。我淡淡開口，拉着裴木南轉身就走。跨年夜還沒過完，我們約好的飯不能再遲了。張振武僵在原地，臉上的血色褪盡。他明白了，我的意思是，無論他做什麼，都晚了。宏盛的結局已經注定。走到會議室門口，我停下腳步，回頭看向劉姐。剛剛張風城欺負我，只有他站出來為我說了話。我衝他微微一笑，劉姐，如果不嫌棄，可以來裴氏集團上班，職位和薪資我讓李助理跟你談。可以保證的是，薪資至少翻1倍。劉姐興奮極了，而她身後的周以天等人腸子都悔青了。裴氏集團那可是京城所有職場人擠破頭都想進的頂級企業，一步登天的機會，就因為他們剛才的懦弱，眼睜睜的錯過了。周以天反應最快，他連滾帶爬的衝到我面前，一把鼻涕一把淚。竟然，謝小姐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，我也是被張總逼的。我們畢竟是同事一場，你也給我一次機會吧。對啊，竟然我們其他人也醒悟過來，爭先恐後的往前湊。我嘴角的笑意冷卻，別跟我提同事2個字，你們不配。我謝景然的同事只有劉姐一個，以後別打着認識我的幌子，在外面招搖撞騙。讓我知道了，後果你們自負。周以天等人讪讪退開了，我不再看他們一眼，挽着裴木南的手走出了辦公室，走出宏盛資本的大樓。外面是喧鬧的跨年夜，冷空氣撲面來，我長長的舒了一口氣，胸中的鬱結一掃而空。裴木南脫下自己的大衣披在我身上，將我冰冷的手握進他的掌心。手怎麼這麼涼？他皺着眉，心疼的哈着氣為我取暖。臉還疼嗎？我搖搖頭，靠在他懷裡，感受着他身上溫暖的氣息。不疼了，垃圾都清理乾淨了。裴木南低頭，在我額上印下一吻，深邃的眼眸裡漾着笑意。現在我們的跨年夜才剛剛開始。去哪兒？我問。帶你去看一场只為你一個人燃放的煙火。他拉着我走向停在路邊的一輛黑色勞斯萊斯，車門打開，裡面早已備好了香檳和精緻的甜點。元旦當天，各大財經新聞的頭條被同一則消息霸佔。宏盛資本因核心項目被終止，資金鏈斷裂，股價一夜崩盤後宣布破產清算。配圖是創始人張振武被抬上救護車的照片，一夜之間頭髮全白。至於張風城，則徹底消失在了京城的上流圈子。有人說他欠下巨額賭債，被人打斷了腿，流落街頭。而周以天那些人助紂為虐，自然沒有好下場。他們欺負同事的事跡廣為流傳，在行業內被封殺，以後再也找不到一份體面的工作。這不過都是他們自作自受而已。這一切與我無關了。我關掉手機，把之前的事徹底拋在腦後。我轉身回頭，裴木南正端着一杯熱牛奶向我走來。窗外陽光正好，嶄新的一年開始了。